用上當年 Canon 最可靠嘅菲林機身啦，配合兩支頂級嘅 L 鏡，一支係超廣角嘅變焦，一支係大光圈嘅定焦，完美嘅三角關係咧，令到呢一個組合咧，絕對可以成為最佳嘅旅遊器材選項之一啊！中意睇我嘅頻道，又或者我嘅影片嘅話咧，記得訂閱同埋撳翻個鐘仔啦。有能力而又想識我嘅話，可以透過 FPS、PayMe、PayPal 經濟上支持一下我嘅。Hello YouTube，大家好，歡迎收睇 MF101，我係 Anakin。今集咧想同大家探討一個經常會傾到嘅話題啊，就係旅行適合帶啲咩器材，同埋點樣精簡化你嘅器材，先至可以令到你又影到靚相之餘，又可以有呢一個心情同埋力氣去享受你嗰個旅程嘅。最主要咧係想推介台上邊呢個一機兩鏡嘅組合啦。咁佢可以點樣運用去配合大家應付旅行入邊不同需要嘅一啲拍攝呢？主角咧就係 Canon New FD 嘅 New F1 機身啦，一支85 1.2L 嘅大光圈鏡頭啦，同埋一支20至35嘅 L zoom 鏡嘅。咁呢一個組合咧，我自己覺得咧非常之適合大家喺旅行嘅時候用嘅。先由機身部分開始講起啦。呢部咧就係 Canon 嘅 New F1，咁咧佢係1981年推出 F1 嘅後繼機，採用一個 New FD 嘅接環啦。咁大家都可以望到，其實佢係一個35mm 嘅菲林相機啦。咁而快門方面咧，就由 B 快門去到最快嘅1/2000，可以喺呢度見到嘅。咁呢部機好得意嘅，佢係採用一個混合式嘅快門嘅。咁快門速度只要快過1/90秒嘅話咧，佢就係用機械式嘅快門。但係如果個快門咧係慢過1/90秒，即係譬如1/60秒咧，去到 B 快門都係用呢一個嘅電子嘅快門嘅。咁留意翻啦，佢係有 B 快門啦，同埋有一個閃光燈同步嘅 sync。咁呢個 sync 咧就係1/90嘅快門速度啦。要開機嘅話咧，其實就後邊呢個快門掣咧，同一時間都係一個 lock 掣嚟嘅。咁你 lock 咗佢之後咧，隔離有一個 A，就係平時使用嘅一個 mode 啦。咁令去後邊嘅一個 S 咧，就可以用佢嘅自拍定時啦。咁 ISO 方面咧，呢部機係可以 set 由 ISO 嘅6去到 ISO 嘅6400嘅，就喺呢度 set 嘅。咁撳下邊呢個掣咧，就係一個正負 EV 嘅改變啦。咁如果要轉 ISO 咧，就要撳側邊呢一個金屬嘅掣撳落去，然之後就轉個 dial 啦。有少少唔就手嘅呢個位。回卷方面咧，呢一個就同平時嘅差唔多啦，都係咁樣剔起一個扳手去回卷啦。咁但係咧，佢有個 safety 嘅，就唔會俾你咁輕易咁樣去 unlock 到個背嘅。必須咧要撳埋側邊呢粒銀色掣啦。咁你撳完佢之後，先可以剔高呢一個回片杆，再掹一下咧，先開到個機背嘅。係啦，咁去翻呢一個嘅機底啦，大家可以見到其實佢有幾個位係可以俾大家駁唔同嘅 motor drive 又或者係 winder 嘅。嚟到機頂咧，呢一個取景器嘅位置啦，咁其實咧佢係可以換不同嘅取景器嘅，而且選擇咧有5個咁多嘅。咁呢一個就係 AE Finder 嘅 FN 啦，咁佢係有一個 AE 嘅功能，即係佢可以做測光同埋可以做 A mode 嘅。而大家望到入邊咧，其實有個對焦屏嘅，咁呢個對焦屏咧係可以透過更換咧，去用唔同嘅測光模式嘅。咁呢一個對焦屏嘅數量咧，更加咧係有32個選擇咁多嘅。我而家用緊呢一隻咧就係最普通嘅嗰一款烈象對焦啦。呢部機咧其實係比較聚手嘅，作為一部旗艦機嚟講咧，佢有848 gram 咁重嘅。但係當你加埋其他，譬如 winder 啊、motor drive 啊，又或者佢有一啲奇怪嘅 accessories 咧，呢個咁樣嘅機身咧就可以超過1kg 咁重噶啦。咁而電池咧其實收埋咗喺呢一個 grip 位嗰度嘅，只要輕輕力撳下低一個掣咧就可以開到呢個蓋噶啦。佢係用一粒 476A 嘅6W 電池嘅，而家咧都仲可以買到嘅，唔算太難揾，而且呢個電量咧亦都 OK 嘅。咁假如呢部機係冇咗電嘅話咧，
你係用唔到佢 A mode 啦，咁呢個一定啦。但係咧，你都仲可以用到佢嘅機械快門，即係話125%去到2000%嘅快門咧，其實咧都係可以 work 到嘅。咁講完機身啦，而家咧就講兩支鏡頭。咁就首先介紹咗呢一支20至 35L 啦，佢就係24至35嘅 L 嘅後繼鏡啦。1984年推出嘅，光學設計咧採用咗11片11組啦，咁佢有6片光圈葉嘅，呢度又 show 唔到俾大家睇啦，因為 FD 嘅鏡頭咧一定要落咗機身咧先至可以去開放同埋收縮嗰一個光圈嘅，咁而光圈咧就由3.5去到22啦，咁而最近對焦距離咧係可以做到0.5米嘅，以當時嘅一支超廣角 Wide Angle Zoom 嚟講咧係非常之出色噶啦。咁 filter 方面咧就用一個72mm 嘅 filter thread 啦，咁而佢咧都有一個專用嘅遮光罩嘅，同大部分 FD 嘅 L 鏡一樣啦，都係你落咗個遮光罩之後咧就見唔到個紅圈嘅。大家可能見到啦，我而家咧係黐咗2塊膠紙嘅，點解會咁做咧？陣間講埋嗰支 85L 咧就同大家解答啦。好，而家就收埋佢，講埋支 85L 先。咁呢支 85L 咧係 Canon第一支嘅85 1.2鏡嘅後繼鏡，嗰一支咧係 SSC 嘅版本啦，呢一支係 L， 亦都係第一支有 1.2嘅85mm L 鏡啦。佢係1980年推出嘅，採用一個8片6組嘅設計啦。佢有1片嘅非球面同埋有 FLE， 即係浮動鏡片嘅鏡片，亦都採用咗 multi-code 啦。光圈葉方面啊有8片，同頭先一樣啦，都係 show 唔到俾大家睇嘅，但係可以睇到個大眼睛嘅。光圈方面啊，由 1.2 啦可以去到16嘅。最近對焦距離啦係 0.9米。同頭先嘅呢一支 zoom 鏡一樣啦，都係採用 72mm 嘅 filter thread， 重量咧係682 gram。作為一支有 1.2 光圈嘅鏡頭嚟講咧，其實就唔算重嘅。再考慮埋其實佢係一個中長焦咧，係絕對可以接受嘅一個重量。咁同頭先嘅呢一支一樣啦，佢都係一個專用嘅遮光罩嘅，都同頭先一樣啦。假如落咗呢一個專用遮光罩之後咧，係睇唔到佢個紅圈嘅。咁頭先都有同大家提過啦，就係點解我會喺呢一個遮光罩上邊咧加上一啲貼紙去固定佢咧？其實就係因為大部分嘅 FD 鏡嘅遮光罩啦，佢入邊咧其實都係採用咗一條類似橡膠咁樣嘅橡筋咧，去固定佢嗰個鬆緊程度嘅。咁考慮翻呢啲鏡頭啦，由80年代或者甚至乎70年代擺到而家咧，嗰條橡筋咧已經係硬化咗噶啦。當我一擰上去咧，其實佢已經碎晒噶啦。所以咧呢兩個遮光罩咧，雖則係原裝，但係咧內裏嘅橡膠固定部分咧已經係失效，咁所以就要靠用呢一啲黑色嘅膠紙咧去保護翻呢一個遮光罩就冇咁鬆。而家咧就可以上緊咗佢，咁大家可以睇到咧呢兩支鏡頭上嘅遮光罩之後嗰個大細咧就係咁樣噶啦。呢一部機咧拎上手嘅感覺咧係好穩重同埋好紮實嘅。作為一部旗艦機嚟講咧，最重要係俾到一個使用者可靠同埋安心嘅感覺。呢部機咧係絕對做到嘅，手感上咧非常之舒服。我自己咧尤其是係非常之咁欣賞佢做咗一個細 grip 喺呢度，唔需要專登外加 motor drive 又或者係 winder 咧，都俾到一種好有抓地力啊，唔係抓地力啊，即係好有 grip 嘅感覺啦。咁而提到呢一個 grip 位咧，入邊嗰個電池咧，雖則咧就唔係話一粒好大容量嘅電池，但係咧佢電容量喺使用上邊咧，亦都不過不失。我自己用咗差唔多1年咧，先換咗一次嘅電池嘅啫。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去旅行咧，係去一啲比較凍嘅地方咧，就要留意翻帶多幾粒電池啦。配合呢一個 AE Finder FN 咧，呢部機身咧係可以做到有 A Mode 嘅。咁喺去旅行嘅時候咧 ，A Mode 咧真係可以幫到大家唔少啊！唔係成日都有呢一個時間、心情同埋心機咧，去諗每張相點樣曝光得非常之完美。咁 A Mode 咧就可以喺一啲快速拍攝嘅情況之下咧，幫到大家啦。例如係啲咩咧？例如係影合照啦，影合照就唔需要話做一啲好精準嘅曝光啦。咁而呢個機身另一個優點咧，就係頭先我講漏咗嘅一個景深預視嘅按鈕啊。呢個按鈕咧，其實就喺呢個無名指呢個位咧，輕輕力撳落去咧，佢就有條光彈出嚟嘅。我自己好中意呢一個咁樣嘅設計啊，因為當我用到 wide angle 去影風景嘅時候咧，其實
有時咧係好想快啲望到嗰一個景深嘅位啦，做一個超佢嘅對焦。去進行一啲拍攝嘅，咁呢一個位咧其實係幾就手嘅，你唔需要話用兩隻手去撳啦，你只係需要單手用無名指輕輕嚟擊撳咧，就已經可以撳到佢出嚟。咁但係咧呢部機咧當然都有佢嘅缺點啦，個缺點咧就係我頭先提到嘅 A Mode 啦。A Mode 雖然係有啦，但係我覺得佢有時咧就唔係話非常之準嘅。咁當然配合翻唔同嘅對焦屏咧，就可以做到唔同嘅測光模式啦。咁而講到 AE 啦，其實呢部機咧有樣嘢咧，我都覺得係差少少嘅，就係佢冇一個 AE Lock 嘅掣俾大家去 lock 實你一個曝光嘅。咁喺構圖上邊咧，就可能有少少影響啦。而另一樣嘢可能要雞蛋去挑骨頭咧，就係呢個快門掣幾重下嘅。我自己覺得每一次撳咧都要用些少力咧先至可以撳到嘅。最後要提一提嘅就係呢一個 Shutter Dial 咧，其實佢就唔係360度旋轉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翻使用上咧，可能有少少棘啦。咁如果你長期使用 A Mode 咧，其實就冇問題嘅，因為只要將佢剔過個 A 字咧，佢就已經係長期使用 A Mode 噶啦，就唔需要去理呢個 dial 喺咩位置嘅。咁機身咧，暫時咧就講到嚟呢度先啦。嚟緊咧就講下支 Zoom 鏡啦。咁呢支 Zoom 鏡咧，其實對於旅行嚟講咧，我覺得非常之好嘅一點咧，就係佢有超廣角，同埋佢係非常之輕便呢兩大嘅特色嘅。咁作為一支 L 鏡咧，佢嘅畫質係真係一流嘅，抗眩光啦、解像力啦、對比啦，同埋顏色還原度咧都非常之 on point，係一支好專業嘅鏡頭嚟嘅。咁而佢超廣角由20去到35咧，基本上 cover 晒你日常用嘅廣角焦段啦，又甚至乎你可以長期將佢擺喺35mm當佢一支35mm用都 OK 嘅。咁受惠於佢有0.5米嘅最近對焦距離啦，令到真係大部分日常拍攝，甚至乎一啲小品同埋特寫咧，佢都可以 handle 到嘅。咁但係佢都有缺點嘅，就係雖則呢支鏡頭咧係有用到非球面嘅鏡片設計啦，但係佢喺鏡頭嘅變形方面咧做得比較差，尤其是係20mm呢一個超廣角端啊，真係有好明顯嘅變形。咁我自己咧就唔會建議大家咧使用20mm嘅時候咧去拍攝一啲線啦，又或者好工整嘅構圖啦，因為嗰一個變形咧都真係會好 disturbing 嘅。咁所以即係佢係一支 wide angle 嘅 zoom 啦，但係太誇張嘅變形咧，都令到使用上咧有少少難以接受嘅。咁但係如果大家使用佢去影一啲風景嘅時候咧，就冇呢一個問題啦。因為影風景一啲山山水水嘅相咧，就未必會睇到嗰一個變形咁明顯啊，甚至乎係唔覺眼啊。咁呢支鏡頭咧 overall 嚟講咧，我俾佢一個好高嘅評價嘅，因為佢嗰個大細啦、重量啦同埋畫質啦幾方面都平衡得非常之好。而當你使用咗一個 filter 喺前面嘅時候咧，佢不論係進行對焦啦，又或者係變焦啦，都可以更有效咁樣保護到唔好入到塵同埋入到水，先至可以將佢保存得非常之完整無缺嘅。咁好啦，暫時呢支鏡頭咧就講到呢度先。而家啦就講下大家都可能好期待聽嘅呢一支85 1.2L 啦。咁呢支鏡頭啦，基本上我會形容佢咧係冇缺點嘅。真係要挑剔佢嘅缺點嘅話咧，就係佢嘅重量啦，600幾接近700 gram 嘅重量咧，唔係大家都會成日可以拎住佢嘅一個可接受範圍嘅。要諗到呢一支鏡頭帶俾你嘅所有好處嘅話咧，呢一個重量咧，彷彿就好似佢附帶嘅一個條件，就係唯一一個條件就係重量啦。咁呢支鏡頭啦，不論佢嘅成像、畫質，甚至乎散景咧，都非常之超班啊！我覺得，甚至乎比起而家嘅 Canon 85L 嚟講咧，嚟得更加有味道嘅。如果要講，我覺得佢最大嘅優點咧，就係佢可以保持到有散景、全開光圈嘅情況之下有散景之餘咧，亦都係將嗰一個鋭利度咧發揮得淋漓盡致嘅。會 outflow 咧，
其實係好正常嘅。但係 outflow 咧就絕對唔係呢支鏡頭設計嘅一個缺失之一啦。嗰個缺失咧就只係能夠靠我哋呢一個人為嘅因素咧，不斷去摸索點樣去用呢支鏡頭而去進步嘅。最近對焦距離咧比起好多大光圈嘅人像鏡咧都近咗少少嘅，佢有0.9米嘅。喺對焦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會有少少向外延伸，但係大家唔需要擔心嘅。呢個向外延伸咧係並不足以改變呢一支鏡頭嗰個重心嘅。當大家托住呢支鏡嘅時候咧，唔會話因為佢嘅對焦行程而影響到佢嗰個使用上面嘅手感嘅，所以係極高評價嘅。我對於呢一支鏡頭嚟講，題外話啦，就係除咗 Canon 以外做到85mm 有1.2光圈嘅手動鏡頭啦，喺當年嚟講咧，就只有俾佢遲出嘅 Contax 咧，先有出到2支嘅85mm 1.2嘅啫。咁對於呢一個有85mm而又做到1.2光圈嘅傳奇咧，喺最近先至由 Nikon 嘅 Z-mount 推出咗第3個廠係可以做到85mm 1.2嘅啫。咁所以呢一個焦距配呢一個光圈咧，其實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啦。而市面上選擇咧，亦都唔係話好多嘅。所以咧，作為一支舊鏡嚟講咧，佢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歷史價值啦，同埋收藏價值嘅。作為一機兩鏡嘅菲林相機 set up 嚟講咧，其實係有少少重嘅。咁但係如果大家係自駕遊，將你嘅器材長期放喺車入邊，又或者大家會中意用背囊或者一啲舒服啲嘅相機袋嘅話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太大嘅考量嘅。假如你係一個新手嘅話咧，佢未必係100% 適合你。但係如果你都真係好中意呢一個機身，甚或乎係呢兩支鏡頭嘅話咧，其實網絡上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資料係可以俾大家 research 到關於呢個機身同埋呢兩支鏡頭嘅使用方法嘅。鏡頭嚟講咧就唔會話太難使用嘅，你用一個入門啲嘅機身，譬如 A1 啊、AE1 啊，都可以用到呢兩支鏡頭嘅。咁而我覺得呢一個機身配合 85L 嘅一個非常之好嘅優點咧、優勢咧，就係佢有2000分之一嘅快門啊！全個 trip 都係用400 ISO 嘅菲林嘅話咧，咁呢一個 85L 咧有限制嘅地方咧，就係嗰個快門速度啦。咁有時喺室外比較曝光嘅情況之下咧，你都可以用到大光圈，就係要受惠於佢呢個2000分之一嘅快門啦。其實喺開關之後咧，好多朋友都會報復式去旅行啊，甚至乎有人已經去咗2次、3次、4次、5次，去唔同嘅地方去彌補翻疫情嘅時候未能夠周圍飛、周圍去放鬆嘅嗰一個心態、心情。咁但係其實我咧到而家呢刻咧，都仲未係有機會咧係可以去到旅行嘅。今日純粹咧係想分享呢一個一機兩鏡嘅組合咧，俾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多一個選項去考慮。如果你未買你嘅器材嘅時候，應該點樣揀？點樣去選擇適合自己嘅器材，同埋精簡化你嘅器材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議題嚟嘅。咁我覺得一機兩鏡咧，其實就好適合旅行嘅時候用嘅，因為你唔需要話帶好多器材，唔使話我要諗3、4、5、6個唔同嘅組合，我只係有2個唔同嘅組合咧，就係大光圈嘅特寫人像鏡啦，用嚟影人、影特寫、影唔夠光嘅情況之下咧，一支 85mm 咧絕對幫到手嘅。而呢一支超廣角嘅 Zoom 咧，佢雖則嗰個光圈唔算大，但係配合埋佢嘅最近對焦0.5米距離咧，應付到日常生活入邊大部分拍攝嘅元素。即係話你只係需要考慮夠唔夠光使咪影特寫，夠光唔使影特寫，甚或乎唔需要影人像嘅話咧，就用呢支鏡頭啦。如果需要影人像嘅話咧，就考慮翻 85mm。俾大家嗰個考慮嘅點咧，就只有2樣嘅啫。咁所以配合埋呢一個機身非常之可靠嘅情況咧，就組成咗呢一個我覺得非常之唔錯嘅3角關係啦。如果大家有2支好靚嘅鏡頭，但係機身唔可靠咧，都冇用嘅。如果你一個可靠嘅機身，但係你帶咗10支鏡頭出去旅行，你成日都要諗要用啲咩器材去配合你影咩相嘅話咧，都係有啲麻煩嘅。咁所以精簡化到一機兩鏡咧，就係今次我想推介俾大家嘅原因啦。咁今次呢條片咧就暫時嚟到呢度。如果大家有啲咩想法、意見、心得，有甚或乎你有自己 perfect 嘅一個旅行 set up 嘅話咧，
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討論一下，分享俾其他嘅觀眾聽。臨走之前唔好唔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咁今次呢條影片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